大家好，我是基德。从吴亦凡事件到阿里女员工事件，其实让我比较惊讶的点是，原来性侵并不仅仅发生在我印象中月黑风高的小巷子里，它还会出现在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出现在被无数摄像机对准的艺人娱乐圈，而且竟然如此普遍，如此明目张胆到根本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想，一是因为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妈是开店的，她经常到晚上10点才能忙完关门，然后走路回家。我家楼下就是一段漆黑的小巷子。有一天晚上，我都快睡着了，然后突然听见楼下一声尖叫，然后是一连串啪嗒啪嗒的跑步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跟在我妈后面，当她突然冲上来，不知道准备干嘛的时候，一直警惕的我妈反应过来，然后赶紧大喊一声跑掉了。跑回家后，我妈惊魂不定，说这人跟了她一路。我爸晚上就一直安慰她，后面还持续接送下班好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对这种事最早的印象，对受害者经受的长期恐惧是感同身受的。其次就是小时候学校里发过一本叫《失败家教警示录》的书，我依稀记得里面各种性侵案件好像都是发生在月黑风高的小巷子发生在没人的楼道里，还有个楼道恶魔什么的。看完那些故事，也算是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这就是我原来认为性侵案都发生在危险地带的原因。我相信很多男生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但其实最近这些年，随着我自己逐渐长大，我原来对于性侵的这些认知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除了网上曝光的那些明星案件，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2件事。一件是我女朋友之前告诉我，她上班的时候被邻座的男同事聊着突然摸了一下大腿，但是她脾气也比较暴，就直接回扇了一巴掌那个男同事之前也比较怂，就不敢说话了。这件事后来也没有闹大，没有什么后续。第二件是去年有天晚上，我做视频做到凌晨，全部搞定之后躺在床上，然后习惯性打开私信看一眼。当时有个女生给我发了很多段话，说自己在公司被一个男同事一而再再而三的吃豆腐、骚扰、尾随，就那种2个人说话说的好好的，然后他就假装跟你很熟，然后手就摸上来的那种。这是一个脸皮比较薄的小姑娘，她不胜其烦，非常苦恼，又不敢撕破脸，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她开始畏惧上班害怕见到那个男同事，凌晨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睡不着觉，想着要不要辞职，所以就给我发了一大段话，可能是想听听我的看法。我当时其实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建议她勇敢的抽回去安慰了一番。她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太清楚，猜测可能这个小姑娘选择了辞职吧。就长大之后，经过这2件事情，我个人对于性侵犯的认知是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我意识到这种犯罪不仅发生在所谓的危险地带，其实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身边而且是一种让人相当无可奈何的形式。在做这期视频之前，为了搞清楚性侵犯的发生频率，我去查了些数据。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犯罪受害者调查，美国平均每68秒就有一个人被强奸或者遭受性暴力，平均每年的受害者达到463634名。数据中值得关注的部分是16到19岁的女性成为强奸、强奸未遂或者性攻击受害者的概率是一般人的4倍。16到19岁是什么人？就是女高中生。同时18到24岁的女性遭受性暴力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倍。18到24岁的女性是什么人？就是女大学生。看来女高中生和女大学生是更容易成为罪犯的潜在目标的。同时在18到24岁这个年龄段中，没有上大学的女性被侵犯的概率是普通人的4倍，也就是说大学也具备一定的保护作用，社会工作环境的危险性要高一点。中国方面，我看到最高检公布的数据，2019年被检方起诉强奸罪的有27070人。在具体犯罪数据分析上，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清华大学和 Love Matters 出过一次报告，可以看到有超过1半以上的罪犯表示自己是酒后性起。有句老话叫酒壮怂人胆，一个人在跳高前，他往往要下蹲蓄力酒桌文化就提供给了这些人下蹲的机会。其次，发生强奸案时，有1半以上的当事人关系是网友关系。我们知道，在一些聊天软件上，很多人会比较急切的约女生线下见面，这个懂的都懂，就不多提了。好，经过简单介绍，我相信现在大家对于性侵犯这件事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接下来，作为本期视频的重点，让我们来讨论另一件事。在最近这一系列强奸案爆出后，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人也是出于好心吧，会给女生提一些安全建议，比如出门穿衣服不要太暴露，比如不要走夜路，比如包里要带防狼喷雾，比如尽量不要去酒吧、去夜店比如不要随便和别人喝酒，要提防别人在你的酒里下药等等。提出这些建议的以男性为主，然后我们会看到，同时会出现很多反对和抵制这些建议的声音。这一部分人认为，当一场犯罪发生，你不去告诉罪犯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去让罪犯感到害怕反而过来提醒受害者如何保护自己，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对的。
这部分人以女性为主，于是舆论的冲突和矛盾就出现了，并且你会发现这两种声音都有各自的道理，我们应该支持哪一方呢？就很疑惑。罪犯是不可控的，所以受害者不要随便和别人喝酒啊，包里要带刀，这确实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啊，这没错。犯罪的是罪犯，那么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凭什么每天要提心吊胆，为他人的行为买单？凭什么每次出事都要时刻被舆论教育和提醒，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你们不去骂那些人渣，反倒叉着腰在这里教育起什么错都没犯的人来了，搞不搞笑？你看这两种声音乍听上去都很有道理，让人迷惑，这对于我也一样。所以今天这期视频让我和大家一起深入解析这种现象，寻找不同人群表达所反映的内心的思维模式，寻求共识。首先我们分析提出安全建议那一方的思维模式，他们在找原因。因为你出入漆黑的小巷，因为你在深夜无人的街道行走，因为你穿着暴露，因为你参加了酒局啊，因为你和男人的聊天谈话不够正经，因为你把自己暴露在了一个危险地带，所以你遭受攻击行为的可能性会比别人更大。所以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你自己可以积极主动的避开危险地带来降低可能性，是这样的逻辑没错吧？但是这种逻辑其实有其不妥之处，它隐含着对受害者一定的谴责和对其权利的损害。我看到了一个心理学上用来诠释这种思维模式的理论，公正世界谬误。公正世界谬误认为存在一个正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做好事会有好结果，做坏事则会受到惩罚。当我们心里存在公正世界谬误的时候，就善于从道德层面对所有事情归因。比如我们评价某件事，会习惯于认为这个人拥有好结果是因为他做了好事，而这个人遇到坏的结果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就比如强奸犯被警察抓起来判刑坐牢了，有果有因，那么这是一种公正。但同时这套评价体系也可以用在受害者身上，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受害者被强奸了，为什么被强奸？为什么他被强奸而不是别人？我们得从结果找原因啊。哦，这个人参加了酒会被男人盯上了，这是原因。其实大家想想就会发现，这种公正世界谬误我们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有，对吧？但相对极端的人群会把这种思维模式发扬光大，就开始在受害者身上挑刺，说这女的穿的肯定是太暴露了，肯定是私生活混乱，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然怎么就她被强奸呢？对不对？所以这种思维模式的重点就是两个字：归因。错误归因，没有科学方法和数据的直觉归因，归出来的因对不对，有没有实用性，科不科学，那当然在科学上是给不出答案的。公正世界谬误通过心理学帮我们找到了提出安全建议这一思维模式的起源动力。再往生物性上深究，我们又可以把这种谬误解释为一种人类天生的心理防御机制。1966年提出公正世界谬误的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实验比较硬核，他直接让志愿者被电击，熊山换成那些容易发生强奸案的危险地带，把警示牌换成安全建议，把你换成受害女性，这就能非常直观地展示出提出安全建议者的逻辑，即进熊山，女性有非常大的概率遇到熊，所以女性要避开熊山。这道理简直天经地义嘛！我们甚至可以把熊山换成美国贫民窟，大家看这一街的流浪汉，看这些吸毒的把法律抛之脑后的行尸走肉。你是女生，你敢晚上来这里散步吗？谁说这里发生强奸案的概率不高，谁就是不客观，谁就亲自来走走试试呀。从这个逻辑看，对女性提出安全建议这件事好像又是无可辩驳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如果你深入的仔细的分辨这个问题，会发现它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关键还是前文提到的那4个字：错误归因。美国贫民窟犯罪率一定是高的，但是我们可以随便把这种危险地带论搞扩大化吗？我们一向是很喜欢做这种类似推断的。美国贫民窟是凶山，那么穿短裙也是凶山吗？穿很露的衣服也是凶山吗？酒吧也是凶山吗？ KTV 呢？ KTV 也是凶山吗？一座山里究竟有没有熊？我们用直觉来判断，这样科学吗？这样的判断应该由谁来做出呢？网友们吗？用个例判断吗？这样会形成什么风向？还是说应该用数据说话才更科学？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看过，国外有时会办一个叫做你被强奸那天穿什么的展览。如果你仔细看展出的这些衣服，会发现并不存在露不露的问题，而相反大多数都很普通，甚至有些保守，都是很正常的衣服呀。难道穿短裙的这座山里并没有熊？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出过一个报告，说一个人会不会被强奸跟他穿的性不性感关系并不大，这也是一种偏见。这真的太不符合直觉了。或许这座被众人竖起牌匾的名为性感的山里可能真的没有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放在山下的牌匾是不是侵犯了一些群体进入这座山的自由呢？我觉得在有些地方和国家，好像这就是无可辩驳的现实。在聊到性侵犯时，很多人会说罪因隐藏在强奸犯的心里，那里是唯一应该被清剿的地方。这句话很对，但缺乏实用性。
我个人不太喜欢去管别人心里想什么，因为根本管不了。我们需要的是理清强奸这件事，然后引导大众共识往具有实用性的方向上走，而不是被带往各种莫名其妙的错误的方向，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效率。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正确归因。有些因是对的，比如美国贫民窟的犯罪率就是高，提醒女性不要进入这些地方，这是没有错的。而有些因是错的，是网友随便想当然提出来的，不仅不负责，还侵犯了女性的权利，这样就不行。所以对强奸案的正确舆论反应，重点就是正确归因。谁来负责归因我觉得应该是拥有案件卷宗的检察院，应该是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的科研机构，而不是网友。怎么正确归因？很简单，数据，用性侵犯的相关数据建立网站，让大家明明白白的看到这类犯罪都在哪里发生，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实施犯罪。比如这个网站分析的美国数据，55%的性攻击就发生在受害人的家里或者家附近，而且熟人作案的多，并不是那种什么穿着短裙走在街上突然就被陌生人强奸了。在未来大数据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犯过强奸罪的罪犯戴上脚环，再做一个动态地图，实时显示他们的动向，把这个因直接归到具体的时空坐标，提醒女性避开他们，防止他们再犯错，这样的归因就是科学的。归完因之后怎么解决问题呢？当然也不是想当然张口就来提醒女性不要穿短裙，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而是从犯罪学理论入手，科学的降低犯罪率，比如发展经济、发展性教育、发展侦查手段、加强监管的反馈、推动社会的共识的进步等等，让受害者敢于反抗不在报警这件事上感到羞耻，让他们有信心罪犯会得到惩罚。那这种就涉及到比较专业的犯罪学理论，我就不多说了。视频最后再和大家聊最后一件事吧。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年轻人思想相对比较轻浮，会比较想当然的认为发生这种事情女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特别会因为发现女方比较性感的照片而兴奋，很喜欢去对别人评头论足，做一些道德审判。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非常复杂的，也真的不存在完美的人，大家都差不多，爱美、爱耍酷，或者遭受性侵犯后会强迫自己爱上罪犯，寻求合理性，图一个心理安慰，从而被爆出来一些可能看上去不够刚烈的聊天记录，这都是很正常的。而那些都不是犯罪不成立的理由，犯罪就是犯罪，犯罪是底线，明白吗？我们平时会看老师演的小电影，不管在拍摄时有什么样的行为，一旦导演喊咔，就是停止。男演员如果在结束之后，在女演员裹着毯子的时候，还因个人私欲强行做出违法行为，那也是犯罪。很多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老师吧？你会愿意喜欢的老师在拍摄结束之后还被别人强迫吗？不愿意吧？如果女性因为过于性感被强奸，就合理的，就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是臭味相投，那老师们还怎么进行工作呢？不成合法强奸了吗？不过大家倒也不必嫉恶如仇要把网上这些轻浮的言论全部铲除，觉得这个世界没救了什么的。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直变化的，大家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说了自己相信的话。以前上学的时候，其实很多同学对校园暴力就不会特别敏感，认为打架很正常，甚至还参与其中，看着同学被欺负什么的。但长大之后，很多人都变了，即使是以前的小混混也会变的。像我现在偶尔在网上看到那种学校里面几个人打一个人的视频，就会特别难受，特别气，心里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源源不断的正义感，就觉得如果我经过现场，绝对一定会冲上去狠狠地制止他们。但认真想想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倒也经过了，倒也看过了，也没有制止过。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拜拜。